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开始今天的视频之前呢，我想先读一条留言。这是上期视频10月11号暴跌拆解视频发出以后一位观众的留言，他的经历代表了这次崩盘当中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的故事。我先来念一下。昨天我是做以太坊 3.7 倍的杠杆，一样爆仓，损失了 1.7 万美元，3年打工工资直接归零。我还拿了7年前7000美元低价买的比特币去补仓，把强平价格从3490压到3400美元左右，一样爆仓，等于我币圈7年的生涯结束了，被洗出场。我不该贪心的，活过2017，活过2021，活过了2025年3月的贸易战，却活不过昨天晚上。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有一点心酸。3年的工资，7年的持币，一夜之间清零。从他的文字里边，我能感受到他失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信心，还有希望，对加密的信任在那一刻彻底的崩塌了。区块链本应该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机遇的地方，此刻呢，却像一座血腥的修罗场。而像这位朋友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有一个，我看到很多类似的留言。有一个说我也爆仓了5万美元孩子的教育基金，还有一个是10年的积蓄，昨晚一夜之间被清零。也有人说幸好我提前跑了，赚了20万。同样的一个夜晚，有人在哭，也有人在笑。这就引出了今天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这200亿美元的爆仓到底去哪儿了？谁在这场灾难当中抢走了散户的血汗钱？很多人以为市值蒸发就是钱消失了，但真相是钱从来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换了主人。当这位观众亏掉了 1.7 万美元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在赚到他的 1.7 万。当他拿7年前的比特币去补仓，在3400美元的强平价被系统强平掉的时候，有人在底部悄悄地接走了他的筹码。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残酷的真相。在这场200亿美元的财富转移当中，到底是谁掠夺了散户的血汗钱？你会了解到5类真正的财富收割机，你会理解这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易，而是一场零和甚至复合的游戏。你还会明白，在金融的市场里边，信息差和认知差才是最大最狠的财富链条。不仅仅是币圈，也包括股市、房市，任何有价格波动的市场。在揭开收割期之前呢，我们先要破除一个最大的误区：市值蒸发。每当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你总能看到这样的标题：加密市场蒸发了数千亿美元，比特币市值蒸发了2000亿。听起来很吓人，好像几千亿美元就像水蒸气一样蒸发了，呼的一下没有了。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因为这笔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存在过。打一个比方，假设你有一幅梵高的画，市场的估值是1亿美元，某一天呢，突然有人爆出它是赝品，它不是真的，估值瞬间掉到了100万。请问有9900万美元蒸发了吧？没有，那9900万只是账面的数字，只是一个泡沫。所以新闻所说的市值蒸发，其实只是账面估值的下跌，并不是真金白银凭空的消失了。真正的资金流动发生在交易的那一刻。如果你当初花了10万买这幅画，现在它被爆出是赝品，但仍然价值100万，你立即以100万的价格卖出，你其实是赚了90万。但如果在估值1亿的时候你没有卖，等跌回到100万，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亏了9900万。但那9900万从头到尾只是账面数字，不是你的真金白银，你没有亏，你只是没有赚到而已。加密市场也是一样的，比特币从11.7万跌到了11万，市值蒸发可能是几百亿美元，但这几百亿美元并不是真正的有几百亿资金的流出，而是所有持币者的账面财富缩水了。就像你的房子，昨天呢市场估值500万，今天只值450万，你的财富缩水了50万，但这50万并没有真的从你口袋里边拿走，
它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真正的钱只在交易的时候发生转移。当有人恐慌在11万的时候卖出比特币，另外一个人用11万买入，卖家拿到现金，买家拿到比特币，财富呢从卖家流到了买家的手中。市场暴跌的时候，99%的人都账面亏损，但真正输掉现金的是卖出的人和爆仓的人，他们的钱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被另外一端接走了。有人在底部抄底，有人在做空当中获利，有人靠套利吃掉价差，还有交易所收割手续费。每一波行情都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转移。真正的问题不是蒸发，而是钱到底被谁给拿走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类的掠夺者，流动性提供者。还记得上期视频中我们提到的 Hyperliquid 吗？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衍生品交易平台，它有一个 HLP 的金库，全称 Hyperliquid Liquidity Provider， 也就是流动性池。用户把钱存进去，为平台提供流动性。简单来说，用户把钱存进去，就成了所有交易者的对手盘，成为了庄家。交易者赚钱 ，HLP 亏钱；交易者亏钱 ，HLP 赚钱。这个就是它的核心机制。散户爆仓时的亏损会流进这个金库，比如说某个交易者用10万美元开了10倍的杠杆做多以太坊 ，ETH 跌了10%，他爆仓。这笔10万美元的保证金在扣掉滑点和手续费以后，绝大部分都会流向 HLP。这个就是流动性池的盈利模式，靠爆仓者的保证金赚钱，也是最冷血、最稳定的收割逻辑之一。但搞笑的是，10月11号的这一天，收割机反而被市场给收割了。在这场闪电的崩盘当中，价格跌得太快太猛，就像洪水突然决堤一样， HLP 的自动对冲机制崩溃，还没来得及把风险转嫁出去，就被迫吃下了所有的爆仓单。结果呢， HLP 不仅没有赚钱，还亏了400万美元的左右，从收割者变成了被市场割的韭菜。市场就是这么残酷，连负责收割别人的镰刀有的时候会被反收割。掠夺者之2，空头猎手。当全世界都在做多的时候，有一群人在悄悄的做空。10月11号，比特币从 11.7 万跌到11万，跌幅大约 6%。以太坊从4000跌到3400，跌幅 16%。山寨币更惨，普遍跌了 20%到 50%，有的甚至暴跌 90%。这个时候做空者迎来了猎物。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在高点开了空单，做空以太坊，用10倍的杠杆，以太坊跌 16%， 你赚 160%， 本金翻倍还多。做空某些山寨币跌 50%， 配5倍的杠杆，你赚 250%。 这个就是反着来收割多头的力量。更聪明的做空者会在看到 USDE 开始脱毛的时候立刻做空相关的代币，因为他们知道循环贷会发生连锁的清算，在 0.9 美元开空，在 0.6 美元平仓，光价差就赚了 40%， 再叠加上杠杆，可能是几倍的收益。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这个是做空者的生存法则。但不要忘了，做空也不是散户的游乐场，它依然是合约，依然是赌博。你得有足够的保证金，正确的方向以及冷静的风险控制，否则下一次被收割的就是你。掠夺者之3，套利机器。你还记得 WBETH 插针到430美元的那一刻吗？要知道 WBETH 是和以太坊1:1挂钩的资产，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和以太坊一样价值4000多美元，430美元的价格几乎等于3折甩卖以太坊。还有 ATOM 原本4美元的币一度被砸到 0.001 美元，这个不是便宜，这个是离谱，是市场的彻底失灵。这些离谱的错误定价对普通人来说是灾难，但对套利者来说，这个就是印钞机。当 WBETH 在币安430美元的时候，它的底层资产 ETH 在其他的交易所还在3000多美元以上，套利者立刻出手，在币安低价买入 WBETH， 转去其他的平台兑换成 ETH， 再在高价卖出，一进一出5到7倍的套利空间。
几乎是无风险赚钱。当然呢，这种机会转瞬即逝，它要求极快的反应速度，还得提前在多个交易所准备好充足的资金，而且他们绝对不是用手来点击鼠标，而是自动化的机器人在跑，毫秒级完成套利。普通人当你看到430美元的时候，可能还在发懵，这是发生什么情况了？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抄底？而更高级的聪明钱早就把套利的钱已经装进自己的口袋了。这个就是信息差，也是技术的碾压。散户在恐慌，聪明的钱在套利，一切发生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掠夺者之4，赌场庄家。这个掠夺者不论牛市不论熊市，涨也赢跌也赢，永远稳赚不赔。这个就是交易所，他不关心你赚不赚钱，他只关心你有没有在交易。他的第一桶金来自手续费。10月11号，恐慌蔓延，交易量飙升，有人割肉，有人平仓，套利者疯狂的搬砖。每一笔交易，交易所都在抽成，现货 0.1%， 合约 0.02% 到 0.05%。听起来不多，但当交易量暴涨10倍、20倍，他们的收入也跟着飙升。假设当天的全网交易量是500亿美元，平均手续费 0.05%， 交易所一天就赚2500万美元，一天就这么多。但还没有完，他们还有第二个收割阀门，清算费用。当你爆仓，他们收清算的手续费通常是保证金的 1% 到 5%。200亿美元的爆仓规模，就算只收 1%， 那也是2亿美元。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交易所总在鼓吹高杠杆，为什么100倍的杠杆到处都是，甚至 Easter 的1001倍的杠杆。因为你开得越高，爆仓的概率越大，而当你爆仓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赚钱的那一刻。你的眼睛里边全都是灾难，而他们的眼睛里边呢是盛宴。最后一类掠夺者最隐蔽也最阴险，他们不靠运气，也不靠技术，靠的是信息差和时间差。他们就是提前跑路的内部人士和巨鲸。10月10号的晚上，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了一条推文，宣布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这条消息成为了整个10月11号事件的引爆点，震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但你要知道，就在这条消息发出的前30分钟，链上就已经出现了异常动作。链上监控数据显示，在 Hyperliquid 平台上，一个神秘的账户突然建立了大规模的空头仓位，同时做空比特币和以太坊。30分钟以后，特朗普的消息正式发布，市场开始断崖式的下跌，比特币从 12.25 万暴跌到 10.5 万美元，跌幅接近 15%。短短一个晚上，这个账户平仓离场，获利 1.92 亿美元。与此同时呢，全网数百亿美元的杠杆头寸清算，无数的散户爆仓，一夜归零。他们的损失变成了这类人账户里的数字。我们无法也不会断定这一定是所谓的内幕，但这种惊人的时间重合足以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总有人能比你更早的知道这场风暴的来临。这个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威力。机构、项目方、巨鲸不需要预测未来，他们只需要比你早半个小时就能够赢走你的本金。等你打开手机看到新闻，聪明钱已经跑了；等你开始恐慌，他们已经在底部埋伏，准备下一轮的收割。市场从来就不是公平的，它是一场信息战，更是一场认知战。好的，我们看完了这5类的掠夺者，你已经清楚了散户爆仓的钱被谁给拿走了。那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位观众，那个损失了 1.7 万美元3年打工工资一夜清零的普通人，他的钱究竟被谁给拿走了？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拆解。第一部分，交易所分走了一块蛋糕，他用 3.7 倍的杠杆开合约，每次的开仓平仓都有手续费，强制清算还有 1% 到 3% 的清算费，所以这 1.7 万美元里边至少有200到1000美元直接进了交易所的口袋。第二部分，对手盘和保险基金，如果是在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币安，爆仓后的保证金一部分被交易所收为清算费，另外一部分进了保险基金。在这个里边千万不要被保险这个词儿给骗了，这个其实就是从爆仓者身上
抽走的钱。如果是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比如说 Hyperliquid， 剩余的保证金会被转进 HLP 的流动性池。这群流动性的提供者本质上就是散户的对手盘，你爆仓，他们赚钱。无论 CEX 还是 DEX， 逻辑都一样，你的爆仓保证金不是进了平台的口袋，就是进了对手盘的口袋。第三部分，做空者，这 1.7 万美元的大头其实是被做空者给拿走了。这个用户在做多以太坊，而在市场的另外一端有人在做空以太坊，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在川普发消息之前就布局空单的人。当 ETH 从4000跌到3400的时候，它的多单每亏1块钱，对应的空单就赚1块钱。这个是合约市场的本质，零和博弈。它的 1.7 万美元亏损大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做空者的盈利。第四部分是抄底者拿走筹码，他为了避免爆仓，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卖掉了7年前7000美元买的比特币，去补仓以太坊。结果呢，以太坊继续暴跌，多单爆仓，比特币也一同的被吞掉了。如果不补仓，这些7年前的7000美元的比特币现在还值10几万美元。但为了救一个必死的仓，他把最珍贵的资产也打进去了。补仓不是自救，是加速了死亡。第五部分，系统成本吞掉了最后的残渣。极端行情当中，滑点、价差、未价延迟这些隐形的成本也会吃掉你的最后一点钱。你以为在3400被平仓，实际成交价可能是3380，20美元的价差加上杠杆加上仓位，又是一笔损失。所以它的 1.7 万美元就像一块蛋糕，被五方分食的干干净净。交易所拿走了手续费和清算费，保险基金对手盘拿走了剩余的保证金，做空者拿走了对冲的利润，抄底者低价拿走了他的比特币的筹码，系统成本吞掉了边角料，到最后1分钱都不剩。而在这里面，做空者是最大的赢家。他们当中有些是专业机构用算法去捕捉市场信号，有些是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提前嗅到了风险，也有些可能就是那些阴险的提前知道消息的内部人士。如果你也在10月11号那一夜爆仓了，现在请认真的思考一下，你的钱被谁吞掉了？爆仓的钱呢，其实并没有凭空蒸发，也不是市场不好的锅，而是被一群专业的玩家一步步的合法的合规的拿走了。你可能会问，这个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答案是 no， 比零和更加残酷。这个是复合游戏。什么是零和游戏呢？就是有人赚1块钱，必然有人亏损1块钱，总和为0。但加密的市场不一样，有人赚1块，可能有人亏1.1块，甚至1.2块，因为中间有一层摩擦成本，手续费、清算的费用、滑点的损耗，还有 gas 费，这些成本会被系统抽走，流向交易所矿工验证者。所以在这个市场里边，赢家赚的不只是输家亏的，输家亏的还包括被系统给吞掉的那一部分。这就是一场复合游戏。换句话说，这个游戏从一开始，所有的玩家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亏钱，你必须从别人的口袋里边抢回比你本金更多的钱，才能够不亏。我们来算一笔账，200亿美元的爆仓，假设其中40亿进了 HLP 的流动性池，30亿被做空者赚走，20亿被套利者赚走，10亿被交易所收走，100亿是账面蒸发，实际的资金转移大约有100亿美元，从散户的口袋流向了专业玩家的账户。而这100亿里边还有10到20亿被手续费、清算费等系统成本给吃掉。这就是残酷的真相，散户亏的远比赢家赚得多，因为中间还有一层税，这个税叫做信息差、技术差、认知差。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绝望，这个就是散户必输的战场，一个巨鲸机构交易所围猎的屠宰场。但对不起，这个就是残酷的现实。那普通人还能不能玩？答案是能，但你必须得先分清楚2条路。第一条呢是现货投资，相对安全的战场；第二条路是合约杠杆，九死一生的布局。
今天呢，我们分别拿出2套的生存法则。第一套，给现货投资者的4条铁律。如果你只买现货不碰合约，那么恭喜你，你已经避开了这个市场上最大的陷阱。但即使是现货，也必须守住这4条铁律。铁律之一，永远不要满仓一个币。那位观众把3年的积蓄全部压在了以太坊上，结果呢，一次暴跌，心态直接崩了。正确的做法是分散投资，60%的主流币 BTC 以太坊，10%的潜力山寨，30%的现金作为准备金。分散不是为了多赚，而是为了不死。铁律之2，不要在恐慌的时候当流动性的食材。当市场恐慌，流动性枯竭的时候，你恐慌卖出的筹码正在被巨鲸低价的接走。这个时候你不是抄底者，你是来送菜的。但如果你冷静的抄底，你就是流动性的获取者。还是那句话，别人恐慌时候你贪婪。铁律之3，远离隐形杠杆。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玩合约，但其实已经上了杠杆。比如说 USDE 的循环贷4倍，某些高息的质押挖矿，这些项目看似理财，本质上就是踩在悬崖边上的杠杆。看不懂机制就不要碰它。铁律之4，控制情绪，不要被市场所裹挟。10月11号暴跌的那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输在技术上，而输在情绪上。恐慌性的砍仓，追涨杀跌，错过抄底。高手的秘诀是在最乱的时候还能保持冷静，先活下来，再谈赚钱。第2套方案是给合约玩家的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是现货投资者，那上面呢那4条铁律就够了。但如果你非要玩合约，我必须得先说一句，不要碰。合约的本质就是一场高赔率赌博。庄家是交易所，对手是巨鲸 HLP 做市商，散户的胜率不到10%，甚至不到1%。但如果你已经认清这是一场赌博，你还决定要下场，记住这3条保命的法则吧。保命法则之1，永远不要超过5倍的杠杆。那位观众用了3.7倍的杠杆 ，ETH 跌了16%，直接爆仓了。你要明白，杠杆越高，容错率就越低。50倍的杠杆就是自杀，5倍的杠杆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极限。你可以活在市场里，但不要让市场一口把你给吞掉了。保命法则之2，设止损，并且严格的执行。他赔掉了7年的比特币，不是因为行情太坏，而是因为死扛不止损补仓。市场不会在乎你的感觉。正确的做法是开仓前就设好止损线，亏10%自动平仓，亏15%果断的离场，绝不补仓，绝不用珍贵的筹码去赌命。保命法则之3，极端的行情绝不开单。10月11号这种行情未价失效，插针频繁，这个时候开单你就是在送钱。最聪明的操作，关掉软件，什么都不做，去电影院去看场电影去。总结一下，2条路2种命运。如果你走现货的这条路，守住4条铁律，你的胜率可能超过50%、60%、70%。如果你选择合约这条路，请认清赌博的本质，守住3条保命的法则，胜率也许能达到10%，也许1%都不到，但也比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就冲进去就强。最后一句话，在这个市场里边，99%的人都想一夜暴富，但只有1%的人在想如何不破产。好了，今天呢，我们揭开了这场崩盘的残酷真相：200亿美元的爆仓，钱并没有蒸发，它只是换了主人。5类的掠夺者、流动性提供者赚走了爆仓的保证金，做空者在暴跌当中获利数倍，套利者收割错误的定价，交易所永远的赢家，内部人士提前跑路。这是一个复合游戏，散户亏的远比赢家赚得多，因为中间还有一层信息税、认知税，甚至时间税。但请注意，我们揭开了规则，不是为了让你去绝望，而是让你清醒。当你真正理解这个市场的本质，你就能够少一点幻想，多一点生存力，多一点战斗力。下一次波动来临的时候，你不一定是那个恐慌的卖家，你也不一定是被爆仓的炮灰，你可以是那个活下来的人，那1%。好的，如果这期内容刺痛了你，也警醒了你，请点赞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清真相。欢迎评论区里边讲解你的故事，最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
自治社和更多清醒的人站在镰刀落下之前。Discord 社区的入口在外网频道的主页。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